所有人都指认我是凶手时，我微笑着展示手机定位。案发时，我正在校长室拷贝邓小云霸凌我的视频。邓小云霸凌我2个月，却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收集证据。而这一切从2个月前的联欢会开始。我和邓小云穿了一模一样的迪奥紫色鸢尾花连衣裙，她是正版高定，我是同款高仿。当我俩站在一起，旁边的同学窃窃私语：没钱还冲什么大款，买假货？班里第一和第二穿一样，什么缘分啊？邓小云黑着脸抓住我的衣领，撕拉一声，裙子裂成2半，内衣边暴露无遗。从那天起，她变着法子折磨我。3天前的放学后，她把我叫到无人的体育馆，又一次扒光了我的衣服，一件不剩。邓小云一脚把未着寸缕的我踩在地上，灰尘混合汗臭窜入鼻腔，面前是肮脏的地面，耳边是她的嬉笑和手机录像的提示音。把我的鞋舔干净，视频就不传出去。我看不到她的脸，只听见声音在场馆里回荡。老旧的体育馆里，标枪立在墙边，铅球散落在地，碎玻璃离我只有半米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抓起最近的一块玻璃，扬手划了过去，面前的人立刻没了声音。偌大的场馆里只剩下我急促的呼吸。警察在2天后找上我，办公室里，班主任万景琦站在我身边。青青，这是警局的刘队长，找你了解情况。万景琦常坐的黑色皮椅上，此时坐着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。万景琦小声说：有我在。我乖巧点头，在刘队长面前站定。他不住打量我，像一只觅食的黑豹。张青青是吧？青是本家人的青，名字文雅。我柔声答：是青本家人，奈何做贼的青。刘队长愣了一下，听说你成绩很好，保送了清华。我点头。万锦旗在一旁搭话：青青是我们班第一，一直很优。话没说完，被刘队长打断。监控显示，邓小云失踪那天下午，你和她从食堂出来往体育馆去，但只有你一个人回来。你们去做什么？听到邓小云3个字，我看向万锦旗，心底有个声音响起：有我在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他们查不到的。邓小云没来上晚自习，老师在她课桌里发现一封遗书，警方出动大量警力搜索，却一无所获。那晚雷雨，学校的变压器被雷击烧毁，所有监控停止工作，暴雨冲刷了一切痕迹。邓小云仿佛凭空消失。我捏捏着说出原委：邓小云，她打我耳光，逼我脱衣服，还拍视频。刘队长眉头紧锁，万锦旗也震惊地看着我，紧紧抿唇，一直摇头。所以你还手了？刘队长问。我眼眶发热，声音带了哭腔：没有，我挣脱他跑了，他家里有势力，我不敢还手。说着，我崩溃大哭，不停擦泪。刘队长目光如炬：所以你杀了他？泪水一下止住，我睁大眼，无辜地问：刘队长，我没有啊，你今天怎么没穿校服？学校不要求每天穿校服，你的校服在哪？扔掉了，那天逃走时校服被撕坏了，我不会缝就扔了，现在应该已在垃圾处理站成碎屑了吧？刘队长冷笑：扔得这么及时。万景琦提前请走了我的室友，寝室只剩我们3人。刘队长不断打量，最后视线停在我的鞋架上，他蹲下用纸巾捏起我的鞋，仔细观察。看来你挺爱干净，每只鞋底一尘不染，干净过头了吧？不走路吗？他拿出手机打电话：小董，去学校体育馆给地面做血液反应。说完，他死死盯着我。时间流逝，刺耳的铃声打破寂静。刘队长接起电话，一个兴奋的声音传出：队长，地面发现大面积荧光反应，出血量为致死量。他猛一拍桌，锐利的目光扫射过来。还不说实话？我不回答，只见他起身，一步步逼近。说吧，尸体藏哪儿了？我面上镇定，眼角却下意识瞟向床底。这一瞥没逃过刘队长的眼睛，他看着床下那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，瞬间变色，一个箭步上前，把行李箱拖了出来。别！我伸手却来不及阻止，他猛地把拉链拉开，一股恶臭充满寝室。刘队长恶狠狠盯住我，大喊：带走！审讯室里强光晃眼，我眯着眼才能看清对面刘队长的脸，他表情阴沉，鹰隼般的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。张青青18岁，父亲早亡，母亲养大，贫困生，全国物理竞赛1等奖，保送清华，怎么就这么忍不住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？我一副不解的样子。刘队长，我不是故意把鸡蛋放在行李箱里的，谁知道会这么臭？张青青，你在挑衅警方？我从体育馆那一夜就想清楚了。我笑着，邓小云欺负的人这么多，为什么只针对我？学校贴吧不少帖子骂他，而且他不是写了遗书吗？请警方不要随意攀扯我。刘队长脸上划过一丝愤怒，但迅速笑了。保送生着急了吧？遗书的信息被警方封锁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遗书已拿去笔迹鉴定，你现在交代还算自首情节。你们班主任是书法大家，你跟他学过书法，仿造笔记对你不是难事，但只要在上面发现，我轻笑打断。我想应该没有哪个凶手会那么蠢，在仿造的遗书上留下自己的指纹吧。刘队长语气一致，脸上带怒。地上血迹是邓小云的，这么大出血量，几乎没有生还可能。你是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，作案动机充足，已经可以确定你是凶手。我已派人去垃圾处理中心找那件校服，如果你在我们找到之前坦白，我可以算你自首。去垃圾处理中心找一件3天前的校服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我淡淡道：刘队长，我又不傻，已经保送清华，
为什么还要在最后杀人自毁前程？而且我没有那么冲动，这些都是同学之间的小打小闹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没必要杀人吧？既然没杀人，那我为什么要自首？我劝你们去查查邓小云欺负的其他人。刘队长不说话，只是等待。此时，一个年轻警察走进来，递给他一样东西，他脸上浮现笑容，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拍，看着桌上的东西，我的笑容慢慢消失。那是一本撕得粉碎又被透明胶带仔细粘好的笔记本，封皮上3个大字：张青青。这是我的日记本，早该被送到垃圾处理中心的。刘队长像是看出我的疑惑，冷笑着解释：你很聪明，可惜没什么生活常识。很多保洁阿姨会捡别人丢掉的旧衣服回去穿，校服也不例外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叫人去问了你们学校的保洁，有没有捡到一件有你名字的校服。虽然他没有捡到你丢的校服，却提起在垃圾桶里捡到了有你名字的本子碎片。一旁的小警员说：现在谁的日记本封皮还写自己大名，还高材生？是啊，谁的日记本封皮会写自己大名？刘队长嘴角微翘。好了，让我来念念我们清华保送生写的日记吧。他随意翻动日记本，声音不紧不慢。1月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2月，邓小云就是疯子，他一直欺负我。3月，老话说，唯一平复欲望的方法就是满足欲望。4月，只要忍耐最后1个学期，我就解脱了，加油。5月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再有一次，我真的会杀了他。他念完最后一篇，抬头，所以你也是这么做的。我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。日记只是我发泄的途径，写完了也就不会去做了。刘队长靠在椅子上，你很聪明，但恰恰是你的聪明暴露了很多破绽。我猜你应该是临时起意杀人，如果是蓄谋已久，不会考虑不到血会溅到衣服上。既然是临时起意，凶器很可能是在现场随手获得的。我去体育馆看过，地上很多玻璃碎块，它们锋利又唾手可得，可以轻易割开人的动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把凶器藏到哪里？他面带微笑，胸有成竹。随身携带不方便，随手丢弃太明显，最好的位置应该是体育馆后面那个小湖。随着他的话语，我故意憋气，让脸因缺氧变红。刘队长看着我变色的脸，浮起胜利者的笑。这时，一个警察拿着一个材料袋进来，里面装了一块碎玻璃。队长，我们在体育馆后面的湖里找到了很多玻璃碎块，其中一块上有2种不同血型的血迹，还有多处指纹。一种血迹是邓小云的。刘队长眼睛一亮，抓住我的手，翻开右手上2条刚结痂的伤痕，碎玻璃上的指纹和另一种血迹都是你的。而且警方发现邓小云失踪那晚，配电间有短路痕迹，是人为造成。配电间外的监控清清楚楚拍到了你走进去的画面。这些证据被刘队长一张张摆在我面前，他装作惋惜的样子，想套出我的话。我明白邓小云确实做得太过，他该死。说说吧，尸体藏在哪里？机会给你，你要懂得把握。等我们找到尸体，你就没翻身的机会了。尸体我处理的万无一失，你们能找到才怪。我抬头看他，刘队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这得靠你们警方自己努力啊。这机会你们自己留着吧，我不需要。我写日记，搞坏电闸，流碎玻璃渣，那又怎样？我课业压力大，疏解一下怎么了？谁知道那玻璃渣上为什么有邓小云的血迹？想诬陷我杀人，你们还是得拿出真凭实据。被我激怒的刘队长满脸通红，我是装的，他是真的。此时一个小警员进来，在他耳边低语几句。刘队长紧紧盯着我，最后开口：向可苗，你认识吗？向可苗，我当然认识，她就是被邓小云欺负的另一个女生。警方确实不止调查我，还调查了其他和邓小云有仇怨的人。学校论坛上有一条老帖子，发帖人声称自己被邓小云霸凌，学校老师不作为，被迫退学回农村老家。发帖人在帖子最后哭诉：邓小云毁掉了我的人生，我诅咒她不得好死。你的意思是向可苗杀了邓小云？我搓着手，一脸不屑。让我见万老师，我就告诉你。刘队长对我的要求有些意外，无语的看着我。万锦旗来了，审讯室里变成4个人，万锦旗坐在一旁，我坐在审讯椅上，另一边是刘队长和那个嘲笑我日记本的警员，三方正好是一个三角形。我讥笑着，向可苗就是个蠢货，被人欺负只知道发帖子，根本不知道还手，最后还不是自己躲起来。哦对，会不会是他回来把邓小云弄死了？刘队长已对我失去耐心，转头问万锦旗：万老师，这个向可苗现在哪里？此话问完，我也看向万锦旗，听说他退学后不久就离家出走，失踪不见了。刘队长自言自语：失踪的人回来杀人吗？万锦旗摇头，估计不太可能。向可苗很内向，是个乖学生，做不出这样的事。坐在一旁的我突然笑了。万老师，你以前也说我是个乖学生呢。万锦旗神色一滞，赶忙解释：你们都是好学生，学习成绩都摆在那儿的。刘队长听完，向小警员使了个眼色。不久，向可苗的信息摆在了桌上。原来向可苗早就报了失踪，但暗中2个细节让刘队长注意到，以至于他看一眼资料，看一眼我，又看一眼万锦旗。哟，怎么也有遗书和日记？我不回答，却看向万锦旗。万老师，你
的脸色怎么有些苍白？是这里太闷了吗？所有人都说我冷漠，仗着成绩好不爱搭理人。唯一能和我聊天的就是向可苗，他没有我聪明，却非常努力。向可苗家里和我一样条件不好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长大。但不一样的是，他母亲总想让他辍学打工，供2个弟弟读书。每次聊天，他总会仰着脑袋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我要考好大学，努力赚钱，让母亲和弟弟过上好生活。”我微笑着宠溺地告诉他：“那你可别光在嘴上说。”然后我们约好一起拼命学习，约好去同一座城市上学。可是他却没能遵守约定。那是一个停电的夏夜，暴雨欲来，闷热让人难以入睡。半睡半醒间，我听到有人起床的声音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见向可苗推门走出寝室，身上穿着那件他最喜欢的碎花裙。他走后不久，暴雨就来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发现向可苗的床铺是空的，早自习也没看到他的身影。接着，有人在他课桌上看到了他留下的信。我疯了一样挤进人群，颤抖着拿起那封信。可看完内容后，背一阵发凉。那是一封遗书，他说自己不堪家庭压力，母亲让他退学，是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决定离家出走，离开这个地狱般的家庭。希望大家不要找他。凉气在我身体里游走，我知道这绝不可能是向可苗写的。她那样一个乐观努力、憧憬未来时全身发光的女孩，绝不可能想离家出走。有人杀了她，然后模仿她的笔记写了这封信。警察来到学校，搜寻一番就定性为自杀失踪。我拦着他们，苦苦哀求说向可苗不会离家出走，是有人模仿笔记写的遗书，请求他们再仔细找找。可他们都告诉我少看一点侦探小说。最后学校为了平复事件，赔了一大笔钱给向可苗母亲。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除了那个空着的课桌，所有人的生活都照常继续，除了我。我每晚都做噩梦。那天晚上，向可苗推门离开寝室的样子不断在梦里循环。梦里他流着血泪，哭着让我救他。那段时间我上课走神，成绩下滑的厉害。万景琦皱着眉头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，他让我坐到那张黑色皮椅上。从这个角度，我看到他办公室里多了一座石膏像，断臂的维纳斯很美。万景琦开始和我聊天，声音柔和，带着岁月痕迹的脸上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。比起一般中年男人，万老师确实有过人之处，儒雅的外形，体贴的性格，所以一直是学校女性师生讨论的话题。当晚我又遇到了万景琦，在体育馆后面的湖，一个小水库，离学校不远，涨水时鱼虾丰富，这里也是我和向可苗来的最多的地方。凉凉的晚风吹得旁边小树林哗哗作响，里面钻出一个人影，我惊魂未定，才看清那人是万景琦。他脸上满是惊讶，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。万老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看到他背上背着一套钓鱼工具。万景琦冲我笑笑，把手上的水桶递了过来，里面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。今晚要下暴雨了，过来夜钓一波。果然钓上来很多。下暴雨的话，水边危险。说着，他像是陷入回忆。我不再问他，全校都知道万景琦有个初恋，就是因为救人落水而死，所以每次谈到游泳戏水，他都会不自觉沉默。这几天，我一直捧着向可苗的日记一遍遍看，说是日记，其实记录的是我和向可苗的聊天记录。上课时，我们会在本子上写话，然后互相传递。可就在我紧抓日记本时，发现封皮夹层里有东西，拆开一看，是好几张照片，有从学校报纸上裁下来的，有打印出来的，都是万景琦的照片。一瞬间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可能，向可苗喜欢万景琦，我的心脏更痛了。以前和向可苗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，他经常拉我去找万景琦请教问题，每次上万景琦的课，他总是那么认真专注。他经常对我说，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稳重，靠得住。突然，我像被一道闪电击中。那天穿碎花裙子出门的向可苗的脸清晰浮现在我面前，睡梦中他的脸上满是兴奋和喜悦，那是要去见喜欢的人才会有的表情。转天下午，我提前半小时到了万景琦的办公室，这个点他还在食堂吃饭，办公室里空无一人。我颤抖着拉开他的抽屉，里面是一些笔记本和文件。随着翻找，一张照片掉了出来，这是一张黑白照片，布满岁月痕迹。我曾不少次看到万景琦对着这张照片发呆，可一看到我们进来，他就马上收起来。照片上，一对男女面带幸福的靠在一起，上面的男孩英俊帅气，是年轻时的万景琦。可当我看到女孩的面庞时，整个人震惊在原地，浑身颤抖。那个女生和向可苗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万景琦的初恋跟向可苗长得一样，然后他还要时常把向可苗叫来办公室，两人待在这个单人房间里。我浑身冰冷，不敢继续想象。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张青青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转过头，是语文李老师。我赶紧平复心态：“李老师好，我来找万老师，他现在还没过来。”李老师点点头，在万景琦办公室转悠起来。他打量着万景琦水桶里的几条鱼，惊讶地说：“老万还挺喜欢吃鱼的，一次性买这么多条。”我不以为意，这些是万老师在水库里钓的。李老师信誓旦旦：“水库里哪有鲫鱼，翘嘴和麦穗倒是不少。”恐惧突然放大，万景琦为何编造谎言？
把买的鱼说成是他钓的，而且他还说自己钓了几次鱼。如果真钓了很多次，怎么会不知道水库里没有鲫鱼，还弄出买错鱼的情况？我头脑一片混乱。这时万锦旗进来了，李老师找他要完资料就带上门离开。办公室里只剩我们2个人，空气忽然变得压抑，像进入深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一向和蔼可亲的万锦旗的脸，在我眼里变得阴沉，连那个维纳斯石膏像也变得诡异。他朝我走过来，我脸色发白，不自觉地后退几步，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。万锦旗关切地问：“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不舒服吗？”我支支吾吾，借口生理期来了，跌跌撞撞，逃也似的离开，一路飞奔。我来到那个水库旁边，昏暗的天空，广阔的水库衬托出我的渺小，平静的水面像是什么都不曾发生过。向可苗，你在这里吗？后来我试过写匿名信，打电话报警，可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接线员听到我说万锦旗杀人，还把尸体丢进水库时的反应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万锦旗是我最尊敬的老师，我不允许你污蔑他。万锦旗执教多年，桃李不说满天下，至少这座小城市随处可见他曾经的学生。他用多年来经营的面具，成功掩盖了杀人的真相。向可苗家里条件不好，很多事情都是万锦旗在帮他解决和奔走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好老师会杀害自己的学生。无数次的碰壁之后，我明白自己是在做无用功，只有借助别的力量，才能彻底击碎他的面具。审讯室里，灯光下万锦旗的脸色苍白无情。我看向刘队长，开口道：“刘队长，我不折腾你们了。”屋内3人同时看我，我抓住万锦旗的手腕说道：“邓小云的尸体被我丢到学校后面的水库里了。”刘队长那张黢黑的脸当场垮了下来。水库？你故意玩我？没有，我确定水库有尸体，要不然他万锦旗为何绕那么大圈子？此时万锦旗并不看所有人，只是低着头。刘队长没办法，有这么一个线索，必然要去找，根本没想起来问我为何必须万锦旗到场，就带队走了。万锦旗也被小警员带出去。临出门，他看着我，露出伪善的脸：“青青，你是不是对我有误解？”我没回答。4天后，刘队长顶着黑眼圈冲进来，咆哮声震耳欲聋：“老子4天没睡觉，连一根头发都没搜到，你在耍我是吧？要不是邓小云父亲要我2天之内找到尸体，我也不用在这里和你兜圈子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不可能，你们肯定没有仔细搜。”刘队长暴躁地在我周围踱步：“没有尸体，没有证据，我的所有猜想就像肥皂泡一样，一碰就碎，不能给万锦旗定罪，就像刘队长无法给我定罪一样。不可能。”那天在审讯室，我拉着万锦旗的手时，右手正紧紧抓着他的手腕。在我说出把邓小云的尸体丢进水库时，我能清晰感觉到万锦旗的脉搏在剧烈跳动。这是一个人埋藏心底的秘密被发现时的紧张。可警察在水库里什么都没发现。万锦旗那天晚上到底是去做什么？再次见到万锦旗时，他那温文尔雅的面容藏着一丝狡黠。他拉起对面的凳子，在我身边坐下，良久才慢慢开口：“张青青，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生，也是最让我自豪的一个。可惜你太聪明了。”我冷冷问他：“我只想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要杀向可苗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吧？为什么你能对一个那么像自己爱人的女生下这样的毒手？”万锦旗没有回答，而是呆呆望着墙面出神。几天不见，他脸上的皱纹好像更多了。你们那么年轻，像一只飞鸟，就算对某个地方再喜欢，也不会永远停留。可我啊，想要的就是永远的陪伴。所以，请原谅老师的自私吧。他说完，我猛地扯着手铐，疯了一样朝他喊：“你这个畜生，这就是你杀向可苗的理由吗？你没有资格把那么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一个地方。快告诉我，你把向可苗埋在哪里了？”万锦旗起身对我摇头：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等下还有课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”他转身不紧不慢走出审讯室，留下歇斯底里、泪流满面的我。等刘队长进来，我已擦干眼泪，恢复面无表情的样子。你那么坚定地认为万锦旗是凶手，可有没有想过，现在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？只为了一个猜想，你就杀了一个人，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。我面无表情，默默说道：“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愿意承受所有后果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把邓小云的尸体藏在哪里了吧？”还没等他发问，我就开口了：“其实我把邓小云的尸体藏在了万锦旗的办公室里。我要再赌最后一次。”刘队长带我走进万锦旗的办公室。他眼睛睁得老大，死死扫视着办公室里所有东西。看完后，他的脸色不对劲，眼睛一直看着墙角的维纳斯，又看了看万锦旗。万锦旗没有过多惊讶，甚至能察觉他脸色那不经意闪过的讥笑。我对警员说道：“给我一把消防斧，门口就有。”刘队长深深看我一眼，最后还是让人把斧头拿给了我。然后2个警察上前紧紧盯住我，他们怕我发起疯来拿斧头乱砍。我接过斧子，眼睛死死盯住墙角那个石膏像。断臂的维纳斯站在那里，他的眼睛似乎在看我们。我的余光瞟了瞟万锦旗，他依旧镇定自若，可不自觉抽搐的嘴角暴露了内心的慌乱。我拿起斧子，一步一步朝石膏维纳斯走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1步2步，我停下脚步，手中的斧子狠狠劈下，方向
向却不是断臂维纳斯，伴随着斧子命中的触感，万锦旗发出一声凄厉嚎叫，他红着眼睛朝我扑过来。我将万锦旗那个常年坐着的黑色皮椅劈开了一个角，里面露出一节节惨白的骨骼，椅背上是肋骨和头骨，扶手里面是2节细细的手骨，就像一个人张开双臂把椅子里坐着的人环抱在怀中。这不就是我的向可苗吗？满屋子的人都皱着眉看着这把残破的椅子。刘队长恶狠狠道：“真尼玛，你也不嫌恶心。”万锦旗却再也没有往日的儒雅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白骨。向可苗案子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那天晚上，万锦旗约向可苗去小树林见面。情窦初开的向可苗欣然赴约，却被万锦旗残忍勒死在小树林里。万锦旗把尸体藏起来，然后去教室，在向可苗课桌里留下那封早已准备好的信。监控室的电路已被他破坏。晚上的一场暴雨把所有线索冲刷干净。事情发生后，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普通的学生自杀事件。丧心病狂的万锦旗为了永远留住向可苗，把他的骨骼装进了办公室那张黑色皮椅里。而那天晚上我遇到的夜钓的万锦旗确实是去处理向可苗尸体的，只是他埋的只是从向可苗身上剥离的血肉，随着时间流逝早已腐化分解在水库里。这就是警察翻遍整个水库都没找到一点痕迹的原因。在审讯室里听着刘队长说万锦旗交代的作案过程，我的视线慢慢被泪水模糊。向可苗死后，我去找万锦旗做心理辅导，每次坐进那张皮椅里都会感到莫名的安宁。原来那个时候向可苗一直都在我的身后。刘队长说完后敲了敲桌子，脸色变幻不定，半天才开口：“你是怎么知道他把尸体藏在椅子里面的？”我无声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万锦旗和我说过，如果时光倒流，他希望能永远陪在恋人身边，而他待的时间最多的就是他的办公室。每次我去，他都坐在那个黑色椅子上批改试卷、看书练字，就像一座亘古不变的雕像。那把黑色皮椅是陪伴他最久的东西。见我没回答，刘队长音量提高不少：“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可是搭上一条无辜的人命，你自己也被毁了，这样真的值得吗？”我咧开嘴角笑笑：“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终于晚上不再做噩梦了。如果不做这些，那么我这一辈子都会被噩梦缠绕。”刘队长叹了口气，语气萧索：“现在你可以说把邓小云的尸体藏在哪里了？”邓小云的尸体我不知道啊。刘队长听了我的话，喘着粗气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他像被点燃的炸药，彻底爆炸。你现在还想着耍这些小聪明？我只是碍于上面的压力，才想着从你这里早点找到邓小云的尸体。你不要以为你不说，我们警察真的找不到。看着刘队长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我不禁笑出声。刘队长，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邓小云已经死了？看着刘队长呆住的样子，我哑然失笑。刘队长，我还有一个故事没有讲完。说这个故事之前，能不能帮我把寝室阳台上的那盆紫色鸢尾花收进来？最近太阳有点大，我怕把它晒死了。刘队长看着我，无奈的拿出手机，通知还在学校的警察把我的花收进来。说吧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刘队长，你曾经问我，为了找出杀害向可苗的凶手，从而去杀害一条无辜的生命，值不值得？当时我骗了你，我真正的答案是不值得。那个人渣还不值得有人去给他陪葬。但是如果邓小云不死的话，这件事又不会引起那么大的重视，所以我只能让他假死来欺骗你们。刘队长眼睛睁得老大，满脸不敢置信。不可能，地上那么大一片血迹，法医说过，这已经超过人体的1/3了，流了这么多血，不可能活下来。而且我们检测过，地上的血迹都是邓小云的。我笑着说，要是我告诉你那些血迹不是一次性流的呢？用注射器分批抽血，然后冷藏保存，日积月累之下，1/3的血量也不是很难吧？怎么可能？邓小云怎么会老老实实让你抽她的血？所以你们一开始就错了。邓小云对我的霸凌，还有我对她的恨意都是假的，只是为了给你们提供我的杀人动机罢了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关系比你们想象中好。闭上眼睛，邓小云的脸浮现在眼前。我和她坐在操场的台阶上，听完我的计划之后，她咬着嘴唇，用力握住我伸出的手。在教学楼天台的角落，我看着脸色苍白的邓小云咬着下唇，把针头扎进自己的血管里。在当着很多同学的面，邓小云带着几个跟班抓住我的头发，看着她脸上的不忍，我对她轻轻摇了摇头。随即邓小云咬了咬牙，把我的脸狠狠压在地上，甚至拍了裸照视频，只为了让警方相信我们的仇怨。为了编织这个谎言，我们付出了太多，而这个谎言就像一副绞绳，慢慢在万锦旗脖子上越收越紧。现在绳子已完全收紧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审判。那天下午，我和邓小云一起走进那座废弃的体育馆，我们对视一眼，互相点头，把准备好的血袋割破，血液在地上流淌，像一朵慢慢盛开的花。然后我们相互拥抱，邓小云离开了体育馆，从另外一条路离开。我一个人拿起拖把，慢慢把地面清洁干净，脱下校服拿在手上，离开体育馆。经过那个池塘时，我顺手把那片沾上我指纹和血迹的玻璃丢了进去。回到寝室后，我拿出日记本，把它撕碎，丢进垃圾桶，然后待在附近，一直看到保洁阿姨把我撕碎的日记本捡走，才慢慢离开。保洁阿姨会把收集到的废纸堆
堆积在他的小房间里，1周之后再统一卖掉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这么做只是想让警察看到那本充满恨意和杀人动机的日记本罢了，这样他们才会相信我真的会杀人。毕竟没人会怀疑那些我从去年就开始写的日记。最后我去了配电室，不经意间让监控拍到我的脸。这些事情是我为警方准备好的一根藤蔓，他们顺着这根藤蔓可以毫不费力地摸到那个我想让他们发现的真相。刘队，外面有个男生指名道姓说想要见你。没过多久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瘦弱男生走了进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我轻轻点头。男生伸出手，慢慢摘下帽子，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刘队长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，帽子下面是邓小云的脸，她的长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刺猬般的短发，这就是监控没发现她的原因。我在体育馆里看着她一剪刀一剪刀把自己的头发剪短，戴上口罩，穿上一身宽大校服，她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男生，就这样光明正大的从校门口走了出去。这几天邓小云一直待在学校附近租的一所房子里，里面有足够吃很久的食物，她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待在里面。租房的位置在我寝室的对面，一旦她看到阳台上的那盆紫色鸢尾花被收了进去，就会马上现身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最后邓小云被她的父母接走了，刘队长死死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妖怪。对了，我刚才叫人去查了一下，邓小云和向可苗的关系很一般，你是怎么说服她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？我伸了个懒腰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想着我那盆紫色鸢尾花现在应该快开放了，那是我送给向可苗的生日礼物，她非常喜欢，一直照顾得很好。可是这个小傻子却不知道紫色鸢尾的花语是什么，而邓小云离开时送了我一盆紫色鸢尾花。